寺院里的每一个清晨都从响板、钟声和唱念开始，这唱念出来的经文就称梵拜。虽然说不出缘由，但聆听之时却能摄受人心。梵音一起，庄严神圣，不仅妄念顿消，甚至还会流泪。梵拜也称赞拜，梵清净的意思，拜赞叹或歌咏。长阿含经中阐明梵拜有5个特点：正直、和雅、清澈、深满、周遍远闻。具备这5种特性的清净之声才能称为梵音。从白马陀经开始，起源于古印度的梵拜也同佛经一起传入汉地，但由于汉语与梵语有很多不同，无论用汉地曲调唱梵语，还是用古印度曲调唱汉语，都较难协调。相传这个难题是因一位七步成诗的大才子解开的。魏明帝太和4年，39岁的曹植登上虞山远眺，层峦叠嶂，河水东流，10几年来受尽至亲的排挤和打压，1年前受封东阿王，迁居此地，种种苦闷积郁在心头。1年多来，这位名动天下的才子已无异于诗文，潜心研读起了佛经，研诵太子瑞应本启经。该经讲述的是悉达多太子如何证悟成释迦牟尼佛的典故，以疗心智。此刻的他闲步山间，看着远处连绵的山峦，东去的黄河，内心却感受到了难以形容的宁静，决意在此结庐而居。一日读经之余出路散步，忽闻空中传来阵阵声音，似音乐又非音乐，似吟诵又非吟诵，曲调优美，前所未闻。曹植本就精通音律，工于曲赋，默默记下空中的音声，回到草庐，将正在研读的太子瑞应本启经的经文以此曲调唱诵。史书上说，曹植因感梵音，创声则3000有余，在器则40有2，成就了汉传佛教梵拜的起源。因为曹植的这一段因缘，汉地开始有了自己特点的梵拜。但说到后来，梵拜真正的流传和发展，就不得不提东晋时期的道安大师和慧远大师。道安大师是当时举国崇敬的出家人，许多人前来求法，他所在的襄阳成了佛教中心之一。为此，道安大师特别制定了一系列仪轨，奠定了汉传佛教寺院制度的基础。他正是将佛教仪轨和梵拜结合在一起，在升座讲经说法或者行道布节时，都需要吟唱梵拜。他的弟子慧远大师继续提出以歌咏法，广明教义，提倡以俗讲方式宣讲佛教经义，并注重配合唱诵，吸收了大量当地音乐素材，编制佛曲。梁武帝在位时，更推动梵拜加入无遮大会、盂兰盆会、水陆法会当中，梵拜也与汉地传统的音乐互相融合。从此，寺院的招募客诵中都少不了这直击心灵的袅袅梵音。经历了2000余年的传承，梵拜也在不断的变化发展。自宋元明以来，不断有民间曲调的加入，而且各地方方言不同，各地的寺院在具体唱法上存在着一些差异。例如，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常州天宁禅寺，至今还保持着哀婉沉稳的南方梵拜传统，因流传于长江中下游，被称为下江腔，而那些主要流传于四川和云贵地区的梵拜唱腔则被称为上江腔。梵拜在佛门的传承主要是靠师徒相授，口口相传。虞山梵拜也成为汉传佛教梵拜的代名词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。接下来，小编为大家分享一位当代高僧的梵拜人生。我今年96岁，俗家在江苏省如皋县。从小我就很喜欢唱歌，常常自己哼哼唱唱。小时候，我的师傅到我家，听到我唱歌的声音，觉得这个小孩怎么唱得这么好，就跟我母亲说：“你有2个儿子，一个送来出家，这样一子出家，九族升天。”又跟我说：“来当和尚享清福哦。”我听到可以享福，就很高兴地跟着走了。12岁那年，在南京栖霞山寺出了家。我从小就拜了很多梁皇宝忏，人家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。那时候什么也不懂，人家开了我的牌，我就得去唱，但是没有人会特别教你唱诵或打法器，就是自己看自己听，人家唱什么我就跟着唱。我天生音感好，拜佛的调子重复出现，一次就唱10几20遍，听着听着自然就记起来了。
至于打法器，我本来是左撇子，在母亲的要求下改用右手，所以我左手右手都能用，打起法器就比别人灵活。后来自己慢慢体会，才了解拜忏是以音声做佛事，唱诵的时候重点在于反文自性，从我们内心的诚意发出声音，再把这个声音听到耳根里面，这么一个回转使心归一，不散乱，在音声之中自然可以得到一心。这是观世音菩萨的修持方法。我唱的梵拜是海潮音，速度比较慢，就是为了使我们的心不要动得那么厉害，不会铿铿锵锵敲得很热闹，像 disco 一样。disco 把我们的心唱得动起来，愈动愈快，但这不是我们唱诵的目的。海潮音是修持的音乐，有的信徒不懂这个方法，觉得法会唱得太慢会想睡觉，到场只好唱得快一点，让气氛热闹些，但这样就与修持的目的相违背了。修持不是要热闹，是要静下来，最好是能反闻自性。我们修持不够，没有办法达到那样的深度，所以要用音声做前期的训练。至于为什么需要忏悔，人之居士孰能无过？人很容易犯错，有了过错就有恶业，恶业就自然形成罪业，令人难受与痛苦，不仅存于现在的内心，也会延续到未来。忏悔了才能改过向善，免除心中的罪恶感。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要经常反省自己的过失，提醒自己不再犯，或当面向人忏悔，也可以透过拜忏止恶行善，并将功德回向给亲友，帮他们祈福。但是文字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吗？唱一遍念一遍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吗？其实不是的，拜忏要有效，最重要的是心。无论是参加道场所举办的法会，或在自家用功礼忏，若是没有虔诚心、恭敬心，不秉持着出离生死、发愿往生净土的心来礼忏修行，即使唱得再优美，念得再大声，拜得再优雅，都只能称作庄严道场，展现宗教情操，与实相修行无关。我们拜忏时要身口意三业相应，身礼一切诸佛，口唱诸佛名号，意念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才能真正忏悔罪业。就算不懂文艺也有它的作用。有很多老人家可能不一定知道忏文在说什么，他就一心的念，反而诚心。但有的人诵经为了把字念出来，心就只放在文字上面，而没有在观，这样就没有用了。例如金刚上师放咽口的时候，把米往外一丢，米就能吃吗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一定要用心观想，把一粒米观想成像须弥山一样大，不这样变化的话，众生是吃不到的。有人问我，法师啊，我的祖先有没有超生啊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不能骗人，骗人就是打妄语，我只能尽我的心，该唱的唱，该念的念，不偷懒。至于你的祖先能不能超生，就要看他业障的轻重，业障轻一下就能超生，业障重不可能，没有那么大的力量。你要每次都参加，慢慢度他，他才能走。所以参加法会主要是尽心，如果不用心，一点力量都没有。拜忏念佛其实是殊途同归的。所谓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无二路，其实拜忏的目的与念佛一样，都是要回归净土。像拜忏结束时念的回向偈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或诵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。这都是回向西方，修持时要先有这样的观念。要往生净土的话，念佛是最直接的方法，平时就要经常念，念到佛不离口，口不离佛，久了以后就会不念而念，念而不念，口里虽然没有念佛，但是念的习惯了，心中还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一直念，心归于一处，最后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，佛和心不离，就像听着音声拜忏反闻自性一样。其实这位高僧正是中国近代10大高僧之一的广慈长老。由于天生一副好嗓子，又颇具慧根，少年广慈在梵拜唱诵上已日臻成熟，后在常州天宁寺任维那，逐渐声名鹊起。
广慈老和尚赴台后，发现台湾佛教界还没有正规的翻拜唱诵及佛事仪轨，于是老和尚殚精竭虑，在台各地传授汉传佛教正宗翻拜唱诵，弟子遍布四海。而对于一些在家人靠翻拜赚大钱的，广慈老和尚则显得很严肃。那些真正住在庙里的出家人他都不会，那些靠这个赚钱的在家人都会，而且都唱得很好。为什么？他靠这个赚钱吃饭，你不学会，人家不请你，你没有钱赚呀。所以现在这些我们请来做法会的，都是那些在家人穿和尚衣服，回去了穿在家衣服，老婆儿子一大堆。没有办法，你请出家人，出家人不会唱，为什么呢？他在庙里的生活很好，有的吃，有的睡，有的穿，不要自己去努力，要唱干什么？不唱我就过得很好了，要唱干什么？他不学。那些靠这个生活的人，他非学不可。不但有我们这个调，台湾调，什么调都会，每天忙得不得了。他们都是开奔驰，为什么？赚钱太多了。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一天5000台币，他们一天赚个1、2万。所以这个我是不做了。我为什么不做呢？我很害怕，我没有看见一个犯因果的人好死，真的死得很惨。为什么呢？因果，因为发一个红包很大，他供养我180万，红包很大，但是我很害怕。为什么呢？我将来得还债，不还就没有因果了。不是他前世欠我180万，就是我将来要欠他180万，要还的。所以才有这么多人来骗我。我把人都当菩萨，你要多少我就给多少。